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美食节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4个馒头是我用同一块面做出的馒头，只是用了不同的揉面方法。今天我就教大家正确的揉面方法，也会告诉大家错误的揉面方法会对馒头、包子造成哪些不良影响。今天馒头用到的配方是500克面粉、250克水、5克泡打粉、5克酵母。发酵好以后，我把面团分成了2份。第一份我先按照正确的方式来揉面。很多网友在揉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他就认为已经可以了，因为再继续揉下去，表面就会开裂。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，这时候我们要用力的使劲揉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视频里面是怎么做的，就用这个方法揉几分钟以后，你就会发现面团变得非常的软，因为我们把面团揉透了。揉透以后，你再怎么揉它都不会开裂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面团变得又白又光滑，用这样的面团你蒸出来的馒头、包子才会又白又光滑。现在我把它切开，我们看一下内部，可以看到内部没有太大的气泡，都是一些小气泡，非常的细腻。我用这块面做成了4个馒头，这块面我就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揉面，把它做成馒头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揉面的手法跟大多数新手揉面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很多新手在揉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敢再继续揉了，因为表面已经开裂了，再继续揉下去，开裂就会变得更严重。这种方法揉出来的面内部蜂窝非常的明显，有很多气泡。这块面我也做成了4个馒头，上面这4个是我用正确的方法揉的面，面团揉得很光滑，内部也没有气泡。下面这4个馒头是我第2次揉的，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，里边有很多气泡，表面也不是很光滑。2次发酵好以后，直接开水上锅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可以看到第1次揉面那4个非常的光滑，第2次揉面那4个馒头非常的粗糙，表面坑坑洼洼的。我把曝光调低以后就更加明显了。第2次揉面除了表面不光滑以外，它的颜色也没有第1次的白。1个小时以后，第1次揉面的馒头还是保持着比较松软的状态。第2次揉面的馒头就有一点发硬了。今天的视频总结就是，揉面要用力的揉，把面揉软揉透，这样蒸出的馒头、包子才会更加的光滑，也更加的白。凉了之后也能保持一个比较柔软的状态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给我一个关注。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